很多人以为张凌赫就是一张好看的脸，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场完全没有台词的戏，彻底改变了大家对他的看法。那是一场审讯戏，中弹，手筋被挑断，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观众看到的只有他脸上的肌肉在不受控的颤抖，下颌紧绷，眼角泛着泪光，没有嘶吼，没有夸张的表情。可屏幕前的人却说，隔着屏幕都感觉到痛了，看得人心头一阵发酸。这个人就是张凌赫，而这场戏来自他的新剧《这一秒过火》。你们不知道的是，这条路他走了很久。张凌赫本名张家伟，1997年12月出生在江苏无锡。他不是科班出身，大学读的是南京师范大学电气工程专业，高考数学考了182分，是个不折不扣的理工学霸。要不是那天在咖啡馆备考研究生的时候被星探看中，他现在很可能已经是国家电网的一名普通员工，过着朝9晚5的生活。出道前，他拒绝了7家经纪公司的邀约，其中还包括2家头部娱乐集团。对方开出的条件很诱人，一次性签约金500万，各种资源置换都安排好了。可条件是签10年以上长约，剧本没有自主选择权。张凌赫没有点头。他最终选择了一家规模不大、成立才3年的公司，只因为合同里明确写着一句话：演员拥有剧本最终决定权。这份坚持让他后来接连拿下《苍兰诀》里的战神长恒，《宁安如梦》里的太子少师谢微，2个角色让他真正被更多观众记住，事业也一路上扬。可与此同时，一个标签也悄悄贴在了他身上，那就是长得好看，仅此而已。就在那一刻，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这一切发生在《逐玉》播出之后。剧里他饰演谢征，表面是体弱多病、寄人篱下的赘婿，实则是战功赫赫的将军。这本该是个很有反差感的角色。可打戏一出来，争议来了。有观众直接指出，他拿枪的动作明显吃力，跟同框的女主角比起来，一招一式的力量感完全不够，气场被比了下去。一个词条，粉底液将军，一夜之间挂上热搜，意思很直白，长得再精致也撑不起一个将军该有的骨相。那段时间关于他的讨论几乎全部围绕着一句话：好看，但不够有说服力。如果你也在这个时候关掉屏幕，可能就会错过接下来发生的事。因为就在同一年，张凌赫接下了《这一秒过火》里的慕容清逸。这个角色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慕容清逸出生在军阀世家慕容家，本该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少爷，可仇家在他年幼时就把他调包扔进了底层的李家。10几年里，他被当作出气筒折磨到人不人鬼不鬼，甚至有一场戏是他被逼着生吃猪肉，神情涣散，手一直控制不住的发抖，直到任素素伸手拦下才停止。后来他遇到任素素，2人相依为命，可任素素全家又惨遭灭门，成了他心里又一道过不去的坎。多年之后，他终于回到慕容家，本以为能找到归属，却发现自己依然是那个被排挤、被厌恶的外人。如果你也觉得这样一个角色不好演，那你猜对了。太用力会显得悬浮，太克制又容易显得单薄。而就在这个时候，第14集的那场戏成了真正的转折点。中弹，挑断手筋，全程没有一句台词。张凌赫没有选择用哭喊撑起这场戏，而是靠脸部肌肉细微的抽搐，额角渗出的冷汗，喉咙不自觉的滚动，把痛苦一点点从屏幕里渗出来。有观众留言说，这种克制的表演比大开大合的哭戏更有杀伤力，也更真实。除了这场戏，被逼吃生肉时的失神，面对养父时条件反射式的低头，都被观众逐帧翻出来讨论，说这才是把破碎感拉到了极致。没有人预料到，曾经被嘲讽拿不动枪的男人，会靠一场几乎沉默的戏，重新赢回观众的认可。有意思的是，这不是他第一次尝试往内心戏靠拢。其实在逐玉引发争议之后，也有分析指出，他为了贴近谢征那种体弱多病、寄人篱下的设定，特意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装造完全服务于人物，没有刻意凸显自身的外形优势。只是当时打戏的短板太明显，把这份努力盖了过去，观众看到的只有粉底液将军这个标签，反而忽略了他在文戏上的用心。这一次不一样，慕容清逸这个角色几乎没有给他留任何靠外形取巧的空间。
他必须靠眼神的游移、面部的失控、身体的应激反应，去撑起一个从小活在阴影里的人。而观众的反馈也证明了这条路是走对了。剧集开播即登顶播放榜单，紧接着逐玉之后，连续2部作品都拿下同样的成绩，这在他的同龄演员里并不多见。如果你也觉得这件事不简单，记得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当然，转变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也有观众认为他在某些情绪爆发的段落，表演痕迹依然有点重，不够松弛自然。这恰恰说明，从一张好看的脸走到一个让人信服的演员，中间从来没有捷径可以走。但至少讨论的方向已经变了。以前大家争的是他到底配不配演这个角色，现在大家争的是他还能不能继续往前走得更远。从谢征打戏被嘲讽拿枪吃力，到慕容轻易靠生理反应封神，这种间隔着的不只是一部剧的时间，更是一个演员愿不愿意把过去的安全区亲手拆掉，重新搭建的决心。要知道，放弃观众熟悉的那套表演方式，本身就是一场冒险，稍有不慎就会两边都不讨好。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他这次真的立住了吗？说真的，娱乐圈从来不缺好看的脸，缺的是敢把好看放在一边，去啃一个不讨好的角色的人。而这份感往往比天赋更难得。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已经靠外形积累了大量粉丝和资源的演员，完全可以继续走安全路线，接那些量身定做的美强惨人设，轻轻松松收获流量。可张凌赫选的是一个浑身都是伤痕，几乎没有讨喜瞬间的角色，这本身就是一场豪赌。从数学182分的理工学霸，到在咖啡馆里偶然被星探发现，再到面对7家经纪公司的邀约，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只为了保住最重要的选片权。你会发现，张凌赫的人生轨迹从来都不是顺势而为，而是一场不断坚持自我、不断做出艰难选择的过程。很多人看到的是如今聚光灯下的他，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几乎每一次关键的人生节点都没有选择最轻松、最稳妥的道路，而是愿意承担更多未知与风险，只为了靠近自己真正想成为的演员。也正因为如此，当这一秒过火里的慕容轻易出现在观众面前时，那种克制、隐忍、坚定，甚至带着一点孤独的气质，才会显得如此真实。某种意义上，他演的早已不仅仅是角色，更像是在诠释一路走来的自己。所以观众看到的不只是演技，而是一个演员多年坚持终于沉淀出来的力量。张凌赫这一次确实迈出了一个所有人都能看见也无法忽视的重要一步。这一步也许还不足以让所有质疑声彻底消失，也未必能够立刻让他站上顶流演员的最高位置，但至少证明了一件事，他正在一点一点摆脱外界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开始真正用作品和角色回应所有人的期待。真正优秀的演员从来不是靠一次爆红就能完成蜕变，而是在一次次选择、一次次突破、一次次面对争议之后，依然愿意沉下心打磨角色。未来的路还有很长，属于张凌赫的挑战也远没有结束，但只要他继续保持这种对作品的敬畏、对角色的认真，以及不轻易妥协的坚持，那么今天的这一步很可能只是一个新的开始。至于他最终能够走到怎样的高度，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实力派演员，或许时间会给出最公平也最令人信服的答案，而观众也会用每一次掌声和每一次认可见证他的成长。我们下期见。